小姐下山，举世震动。我等已做好准备，请您吩咐。世间缘皆有法，时机未到，都回去吧。是，御营大家随时恭候小姐召唤。爸，外面这8家可都是顶级权贵，任何一家都不比我们周家弱。云小姐简直是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简直是神了！你个臭小子，怎么说话的？小声点，别吵到云小姐午休啊！对。老二，这是什么？大哥，玉英八大家已经回去了，这是他们递给月妙小姐的拜帖，说若是有事，随时可以吩咐他们。放着吧。哎，玉营八大家怎么有9封拜帖？这封怎么这么陈旧？云淼小姐亲戚林书瑶奉上。林书瑶，书瑶，难道是江城的神医世家林家的林太太？可是林太太不是已经去世20多年了吗？这还能送拜帖？那肯定是林家的晚辈代为呈递的呀。给我。书瑶斗胆，请小姐进林家做客。小姐，这是家中珍藏的全部贡品宣纸，请您过目。这些宣纸我很满意，你想要什么说，无有不允。小姐，书瑶什么都不要，能为小姐您办事，是书瑶最大的福分。将来若是想到要什么，只管写上，皆可如愿。书瑶，拜谢小姐。淡淡的死气，临死前写的，临死前还邀请我去林家，看来是有放心不下的事。去告诉林家，明日我会登门。是，云淼小姐。林先生，上次林老爷子出手为我等缓解病痛，我等万分感激。不过这病根未除，还要老爷子多多费心。好说好说。我家父亲啊，毕竟是岁数大了，精力不济，最近啊又加之眼疾复发，这午休呢是万万不能打扰的。三位稍安勿躁，待我父亲醒后呢，我再前去禀告。这别犯罪，林先生最是孝顺老人，天大的事也得等老爷子睡醒再说。三位坐。哎，三位家主不必着急啊，我父亲如今的医术呀，那可是出神入化，不管你们有什么疑难杂症，对他来说都能手到病除。是呀，老爷子的医术简直是青出于蓝啊，比林太太更胜一筹。我父亲可比不上奶奶啊。虽然说我林家是前朝皇亲，但后来能成为神医世家，全凭奶奶的一己之力呀。爸，那位客人就要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该下去迎接了？就是那个云老吧，周家老太太吩咐要刁难刁难他，你们就按计划安排啊。什么？周家老太太？对，她好像和那个云淼有些恩怨，毕竟周家呀家大业大的，我们得给点面子。爸，可是太奶奶弥留之时，可是反复念叨，若是小姐有朝一日上门，一定要好生招待。我觉得吧，她说的那位小姐，应该就是云淼小姐。别胡说，你太奶奶那可是上个世纪的人呀，她口里的小姐怎么可能是个小姑娘呢？
爸，可是当时太奶奶说的很认真，您就听我的。我现在这个心里很不安，还是叫醒爷爷，咱们一家人恭恭敬敬的去迎接人家。哎呀，姐，你又在神神叨叨什么？还恭恭敬敬？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女人，能让她进林家的门已经是她的幸事了，还让爷爷亲自恭迎，她也不怕折寿啊？那个云淼啊，我知道，听说是从山上下来一个穿旗袍的道员。你说他是今天来，不会有什么坏消息？他敢？姐，你别担心，待会儿啊，我会出手，让这个道员再也不敢来蹭咱们林家。行了，我还要招待3位家主呢。那个云淼呀，你们就看着安排吧。哦，哎，老范，姐，跟我去会会这个道员，走。还挺好看，可惜是个花瓶。哼，林晨，怎么是你出来迎接云淼小姐？你爸呢？把你爸喊出来！我爸在楼上招待贵客，这位道，云小姐，有我出面还不够吗？姓林的，这就是你们林家待客之道啊！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据我所知，这位云小姐只不过就是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道员，毫无身份，而我堂堂林家少爷亲自来迎接，已经是给你脸了。不错不错。你干了什么？可能是突发恶疾啊。这般愚蠢的人，很久没见了。好吧，来这里做客还这么嚣张，你怎么敢？臭女人！我林家是神医世家，江城无数人都受过我们家的恩惠，你居然敢在这儿闹事！我看你是活到头了！夏儿，给我杀他！你敢打我？你怎么敢打我？我可是林家的儿媳，我哥是大明星梁记。云小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请您高抬贵手。你们林家的待客之道呢？你们请进。哎呀，云小姐，我给您奉茶。您用茶。云小姐，您稍后，我安排下人备餐。我找爸去，我就不信爸还治不了他了。云小姐，这些饭菜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喜欢，那我让下人重新做。没用。死气萦绕，味同嚼烂。死气？云小姐，你这是说什么？我们林家没死人。哎，你们林家为什么往那儿放个怪镜子呀？这也不搭呀。爷爷他就喜欢这种古式的镜子，我们也得顺着他老人家，不是吗？家中近日可有什么异常？这没有吧？哦，对了，爷爷最近越来越嗜睡，每次午睡起来就说眼睛疼，这个算吗？你就是云淼，我们林家人好心邀请你来做客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。爸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我这只眼睛要是瞎了，我要他的命！云淼小姐，我奉劝你赶紧赔礼道歉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神医世家的底蕴，你是吃不消的。
还让我们跪下？你做什么嘛？飞王，这腿控制不了了。你使的什么妖法？还是看你们跪着说话比较舒服。云淼小姐来你们家那是你们家的福气，可是你们呢？你们非要把这个事情闹起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妖女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赶快给我住手！我林家乃神医世家，手眼通天，你可别逼我搬出我们家老爷子。你说的老爷子是林然心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直呼我爷爷的大名？云淼小姐，这个林老神医确实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，救过很多人，我们要不还是尊重点。舒瑶家的小不点也成神医了。混账！你叫我爸什么？云小姐，请您慎言。就算你有些本事，也不能对我爷爷不敬。云淼小姐，您没开玩笑吧？那林老神医他只是小不点儿。去，喊他过来，我有事问他。还不快去啊！能动了。娟，叫醒老爷子，我就不相信老爷子也镇不住他。对，爷爷他医术超凡，人脉通天，在他老爷子面前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一个贱人，别想翻天！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云小姐，林家这样子看来不会杀了儿子，恐怕还会再生事端。无妨。云小姐，之前是我们林家待你不周，但是今天你这样羞辱我们家老爷子，无论如何也得给个交代。没错，道歉，给我们跪下道歉。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知道云小姐是谁吗？说这种混蛋话。哼，即便她是江城城主的千金，在我们家老爷子眼里也什么都不是。没错，我家老爷子若是动了真格，不管你们父辈有什么权势，都得摁着给我们家老爷子磕头认错。好吵！都闭嘴啊！叽叽喳喳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林家摊上大马。是谁敢找我林家的麻烦？连老神医救人无数，怎么偏偏自己眼睛瞎？住口！林老神医追求医术最高境界，落下这种病根，但他仍是泰山北斗，江城必破。你再多嘴，必死无疑。老爷子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你这要再不来，我们这一家人都快被人家给欺负死了。爸，此役将我们林家的颜面全踩在了脚下，今天绝不能放过他，否则我们林家将被沦为江城最大的笑柄啊！对呀，爷爷，得狠狠的教训他，我要让他给我跪下磕头道歉。林老神医，我等愿效犬马之劳。事情经过，方才老夫已经听晨儿说过了。请问这位小姐，我们林家请你上门做客，只不过有些许怠慢。你为什么要反客为主，欺辱我们林家满门？如此行径，未免未把我先辞创立的神医世家放在眼里了吧？林老爷子，您别听林晨那个混蛋所说的话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一切都是周家的小子。是我，哼，就算你爷爷周苍山活着的时候，都不敢对我这么说话。青石，这下我看你死不死？林老爷子，您冷静啊！今天这件事情的真……跪下！林老爷子。
这是什么？我爷爷乃是江城第一神医，医药双绝。哪怕是他双目虽不能视，但药却从未下错过。这毒啊，就算神仙来了，他也解不了。玉面小姐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我能动了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小不点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，怎么老了长成这个样子？这个声音，难道是？你他妈胡说什么呢？我爷爷快90岁了，他小时候还被你抱啊！真是神经病！你就算想求饶套近乎，也不是这么套的。放肆！我家老爷子在此，还敢口出狂言！我教舒瑶的医术你怎么学的？自己的眼疾都治不好，就给别人看病，丢人现眼！你说什么？混蛋！你敢质疑我爷爷的医术？于小姐，你过分了，你死定了！老爷子最在意的就是他传承的这身医术，这可是太奶奶传承下来的，你竟敢质疑？看老爷子不弄死我！这个声音，这个语气，错不了，真的是小姐。爷爷，爸，贱人！你看把我爷爷气成什么样了？我爷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死！你竟然还敢当着我爷爷的面打我！你反了！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今天休想走出我林家！小不点，让我看看你的眼睛。这是什么？住手！敢伤害老爷子，我要治病！放开我爷爷！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。小姐，我能看见你了。爸，什么能看啊？什么小姐？你别给我骗了！混账！小姐，乃是我母亲的主人，是传我林家医术的始祖。你们能不能如此对他不敬啊？什么？爸，你说什么？始祖？爷爷，你这开什么玩笑都别被他给骗了呀！他这看着年龄比我还小，他怎么可能是属呢？爷爷，跪下！给你始祖认罪，都给我跪下！于淼小姐，您真受过林太太为徒啊？我从不受任何人为徒，只是随手教了点医术。随手教个医术，教出来个百年神医世家，施主长生永驻，手眼通天，就是从手指缝漏掉知识，也都足以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梦寐以求的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贱人，你到底使了什么邪术，让我爷爷迷糊到如此地步？使用邪术的难道不是你们吗？小不点你来说，为何使用邪术逆天续命呀？师祖，您在说什么呀？这什么邪术啊？林姑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林家乃医学世家，我老爷子乃泰山北斗，怎么可能使用邪术呢？你竟敢诋毁我爷爷的名誉！老爷子，您看看呢，您对人家客客气气，但人家反手就污蔑您，什么祖师小姐，我看他就是个骗子。是与不是，看他们便知。这位云小姐，你要我们帮你诋毁老神医，怕是打错算盘了。
自从老爷子出手为我等调理定情，我们3人日益康复，身体强壮。我们感谢老爷子还来不及呢。不错，老爷子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，和邪术有什么关系？你就别辛苦死亡了。林小姐，今日你先是大闹一场，现在又诋毁我林家的清誉，我觉得你必须给我林家一个解释。3、2、1。幸运的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。你能迷惑得了我爷爷，迷惑不了我。你就是个骗子，就是个神棍。你做了什么？今日只是个开始，3日内，你们精血流尽，必死无疑。林老神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……爸，你没事吧？你别找我呀，爸！爸，你没事吧？你别说笑我。先生，我爷爷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……啊？这镜子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怎么会呀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把镜子毁了的呀！小不点，你元寿尽了，为何眷恋世间，徘徊不去？袁母娘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就算我拼上这把老糊涂，也要很拼命。我元寿尽了。是啊，我已经死了。娘，儿子对不起你啊！你传我的医术，儿子却让你失火了。娘啊！爷爷，爸，爷爷。不是，云淼小姐，林老太爷他真的早就死了。元寿已尽，强留世间，邪术被破，自然逝去。既然如此，那林老爷子果真是修了邪术，那他救活的人岂不都是？我难道真的是三庙救会？袁小姐，救命啊！李明德，都说是没救了，死之前一定拉你们垫背！完了，全完！这件事情要是外面人知道的话，我们不得被江城那些家族撕碎啊！爸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们还不想死呀！林小姐，求您救救我们林家。林家主，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求救，刚才不是还让我们云小姐给你一个交代吗？云小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不在意，这口气我不出。啊！林小姐，求求你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你看在我奶奶林书瑶曾经跟过您的份上，您帮帮我们林家呀！还能这干嘛？都跪下！于淼小姐，求您帮帮我们吧。云淼小姐，我知道我不是东西，请你救救我们林家，我愿意做出任何事情来赎罪。那就告诉你们都做过什么。这家丑不可外扬，我不说便罢了，但逆天而行必遭天谴，你们可想好了？天谴！
我说，起来说吧。这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。那个时候，老爷子已经是老年痴呆了。等一下，老年痴呆？不对呀、林老神医这些年医术愈发精进，怎么看也不像是得了痴呆。这件事儿，我一直压着，就是怕有损老爷子的名誉。其实那个时候，老爷子已经无法行医了，就因为他忘记了针灸的诀窍，差点还害死了一条命。正好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位姓沈的道士。沈道士是不是叫沈阳之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这个沈道士跟我们家也很有渊源呀。曾经他当时来到我们这里兴风弄雨，我正帮于淼小姐追拿他。别打岔。当时我爸已经无法行医了，那个沈道士就教给我一种邪术，不但可以恢复我爸的巅峰状态，而且还可以帮他延年益寿。代价就是要不断的吸取其他人的生命力。从那时候起，我爸看似能包治百病，其实这么说，林老爷子借着给别人看病的谎，吸取别人的生命力。哎呀，这还真是邪术啊！当时我就觉得此事有损阴德，私底下劝解过不止一次，可老爷子死活就是不听，还说这是一种长生术，说是只要吸取了足够多的生命力，就可以长生不死，返老还童。说是吸取了他们几年的寿命，就可以医治好当时的疾病，还说这是大有功德。我呸！歪门邪说！爸，你这是在说笑吧？爷爷这么光明伟岸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不信什么？难道我愿意把老爷子的丑事说出来吗？死不言，复不。如果不是老爷子做出那种丑事，我怎么可能撒谎呢？爸始终看不穿生死，那几年他一直要求我搜集各种邪物，辅助他修炼仙术。对，这个聚魂臼就是其中的关键，它可以储存其他人的生命力。爸丧心病狂，不顾一切的修炼仙术。前几年他治过的人还能存活几年，最近几年几乎半年就死一条人命。我担心会发生大事，但又不忍心看着爸死去，所以就一直不敢揭发。林小姐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自私，是我优柔寡断。现在我认给你处置，只求您放过我们林家其他人，他们是无辜的呀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也是无奈。爸，我们不怪你，我们都不怪你的。这家伙虽然人品不强，却还是个孝子。说完了？说完了。敢在我面前撒谎，你胆子很大。云小姐，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，我没有撒谎呀。聚魂镜。云淼小姐，那镜子有什么问题吗？去拿。我。雨渊小姐，然后呢？这玩意儿我也不会用啊。此镜，心思澄澈之人可用。心思澄，哎，好像有反应啊！哎，玄小姐，你是不是想说我是？照着。我知道。哎，退下。这镜子好邪门啊！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呀？
哦，我懂了。你们都说林老爷子修炼邪术增长寿命，可是这些被吸收的血气没有冲着林老爷子，反而冲着你，好像还跟你一副苦大仇深，想要把你撕碎的样子。不，林小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子。也许是我老爷子死了之后，我是他的血脉传人，才会牵扯到我的。林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还不明白？银淼小姐不耐烦了，再狡辩，你们林家别等天谴了。银淼小姐先把你们收了。爸，你到底隐瞒什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哎呀，是啊，爸，你别再招惹这位，他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难得到我耍威风的时候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同进同进，快神灵！我说，爸，你说什么说话？你等一会儿再招，你让我爽一把呀！其实，当初老爷子并没有修炼邪术，是我舍不得老爷子，是我舍不得林家的权势和荣华富贵。一旦他不能治病了，这一切我全都没有了。所以，我就和沈先生一拍即合，采用邪术为他续命的。这一开始，我确实想为老爷子延寿，也想维护我的荣华富贵。但后来，沈先生说，这些血气用处极大，它可以让我修炼邪法，而且还可以长生，所以我就心动了。后来，我就只把老爷子吊着一条命，我吞了大量的血气。还有，没有的呀，林小姐，这，我说，我都说，谁知道老爷子心思缜密，我一不小心被他发现了我和沈先生的计谋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爸，儿子也是为了你活命，我没得选。我们林家从你奶奶开始，人无济事，一志苍生。你就是用这种卑鄙的邪术，让老夫就这样活着，不如让我去死。现在，马上去找那个姓沈的。行了，快去！沈先生，别把他弄死了，我们还要靠他修炼呢。不过是三魂七魄抹了一魂一魄，他不会记得今晚发生的事了，你也不用再担心。沈先生，他的眼睛怎么瞎了？抹了一魂一魄其实小事，失明只是个开始，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他要恢复了记忆，一定会亲力蒙护的。若你害怕，我可以传授你掌控他生死的法门。如果他有恢复的迹象，你随时都可以杀了他。不过，他会因此痛苦100倍的活着。怎么样？你要练吗？练。哦，我懂。老爷子的邪术被破，是因为你折磨了老爷子之后，亲手把他杀了。你还是人吗？爸，原来你对爷爷那么孝顺，装出一副江城第一孝子的模样，都是假的。好，事到如今，我就不演了。我也是为了老爷子能延年益寿，他才活到了现在。
我觉得我问心无愧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！林老爷子一生行医，救助无数生命，却生了你这样一个缺德的畜生。我觉得，我还不是为了我林家的100年基业，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些丑鸟展翅高飞。我觉得我没有做错，我是有丰功伟绩的。爸，不，林明德，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做这些是为了我们吗？你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。闭嘴！神常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天诛地灭呀！林小姐，这次我把什么都说了，您可以放过我了吧？林小姐，你求求你放了我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林小姐，求求你，先生，绝对不放过你的。呸！活该！姐，姐，阿晨，阿雅，通知殡仪馆处理爸爸跟爷爷的后事。去。来人！云梅小姐，今天多谢您了。此间事了，我必定送上厚礼拜谢。你们以为事情结束了？这件事里还有一个人藏在幕后。雪梅小姐，你这个什么意思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林明德是螳螂，而你是黄雀。梅小姐，林淼小姐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对呀，云梅小姐，这位林小姐从进门起就一直帮我们说话，而且知书达理的，看样子不像坏人。想想，你第一次看见聚魂镜的时候，哎，你们林家为什么往那儿放个怪镜子呀？这也不搭呀。爷爷他就喜欢这种古式的镜子，我们也得顺着他老人家，不是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一开始我们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里根本就没有镜子，是在这个林小姐被参之后，这个铜镜就突然出现了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，黎明德就算再傻，也不可能把这种破绽放到大厅啊。长进了。所以，你是故意暴露他的破绽，借刀杀人。周少爷，云小姐，这只是你们的推断，你们谁又亲眼看到是我亲手放这枚镜子？也对啊，他俩确实没什么机会摆镜子。云小姐，我知道我们林家做了这么大的丑事，让你怀疑我们全家，我不怪你。但是，仅凭这一点，你也没法定我的罪，不是吗？话说的很漂亮。云淼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搞错了，我不是来和你玩破案游戏的，我不需要证据。云淼小姐，她这个魔药也是吸收了血液。说吧，这个故事只差你这一块拼图。云小姐果然神通广大，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隐瞒了。
没错，这件事确实是我在借刀杀人。林明德虽然是个混蛋，但他好歹也是你的亲生父亲啊！你这样对他，父亲那样的混蛋，这样对我爷爷，我恨他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把他当成我的父亲？所以你是说，你早就知道了他对老爷子做的一切？没错，当时我就在现场。爷爷该吃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个人把爷爷怎么了？若是你害怕，我可以传你掌控他生死的法。如果他有恢复的迹象，你随时都可以杀了他。不过，他会因此痛苦100倍的活着。怎么样？你要练吗？练！畜生！林明德，你这个畜生！自从那之后，我便知道了真相。不过沈先生太过于邪门，我不敢声张，只好默默忍受，直到你的出现。可是你怎么知道云淼小姐就会帮你？我既不像林明德那么傲慢，又不像我弟是个丑货。从我见云淼小姐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您绝非是池中之物。你很有眼光。不过，你利用云小姐的事情，这怎么说啊？我做这些事情也只不过是为我爷爷报仇，大仇已报，我任云淼小姐处置。你倒是没有说谎。云淼小姐的意思是？但你把自己摘得太干净了。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血气。哦，对呀，按照你所说，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血气？你还说自己无辜？你吸食血气太多，却不得其法。如今血气已入侵你的三魂七魄，若你还想狡辩，随意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已经炼化那些血气，怎么可能？云小姐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雪女，不可能！你是怎么识破我的？我们家云淼小姐神通广大的，哪会被你瞒过去啊？云淼小姐，啊不，大人，这次我认栽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我附身在林雪儿身上，我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。说吧，我自有评判。我没有撒谎，我真的没有撒谎。我是想报复李明德，不过我那个时候旧伤未愈，不是他的对手。然后等我伤已经恢复好的时候，他已经吸取了大量的血气，所以你就斗不过了？不是的，我是可以杀他，不过那里面的血气得知可以长生，所以我实在是按捺不住，所以你就纵容林明德害人，想来一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是，那你这跟帮凶有什么区别？我不甘心啊！林明德那样的废物都能长生，我为什么不行呢？然后我就想把他养肥了，再一口气吞噬他所积累的所有血气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只不过是想超凡脱俗，得以长生吗？云淼小姐，这跟你所追求的是一样的，都是长生。长生，区多活几百上千年也算长生。千年还不够吗？不
过这些血气也只能撑到那个时候。1000年的寿元你都不在乎吗？1000年，于我而言，弹指一瞬间。啊，这都说的什么跟什么呀？怎么感觉听不懂？但是感觉好震撼。大人，您神通广大，我不敢质疑，但是于我们而言，1000年的寿元是极大的诱惑，但是我不敢跟您斗，只敢等你们走了之后，再慢慢吸取林明德尸体里的血气。哎，等等，林明德身体里还有血气啊？那你刚才不是让你弟弟他们去处理后事，你不怕把他们害来？我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是绝不可能留活口的。不过大人，我是万万不敢跟您斗的，所以求您放过我一条生路，我日后听您差遣。好啊，原来都是你找的鬼！你们怎么没死？本来该死。啊，白痴啊！你当着云小姐的面杀人，不想活了？于淼小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求您饶命！作恶者有天罚，天不罚，我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害人啊，我只是没有阻止林明德。你为什么非要我死呢？因为这是舒瑶求我。舒瑶？那不是林太太？哦，林太太临终前求云小姐来一趟林家，肯定是发现了这个曾孙女被附体，所以想让云小姐出手救下林家子孙。他不过就是一个死人，他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，我能做的比他更好。于淼小姐，求你给我一个伺候您的机会。你不配。再者，将来若是想到要什么，只管写上，皆可如愿。舒瑶，拜谢小姐。我答应过舒瑶，无有不语。该叫你想利用云小姐。此件事了，走吧。云淼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，我要被人害死了。谁让你来找我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不都叫出云淼小姐的名字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最近一直做梦，梦见有人把我推下楼，然后我就摔死了。醒来之后，耳边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和我说，让我去找云淼小姐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方诗月。查查。又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刻。喂，江哥，江湖救急，帮我查一个人啊！方诗月，方诗月。他行了，他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样子。还行。好了，谢谢江哥。小乔我，你的信息我已经查到了，来看看啊。哎呀，上周江城职业学校方诗月长期疑似遭受校园霸凌，跳楼自杀，当场死亡。这不可能！你是死人啊！不可能！我现在明明还活着，我还有心跳，还有呼吸。你不信的话，你摸摸看。别！哎，哦，好像是真的，确实有温度。我早就说了嘛。可是你已经跳楼身亡了，怎么又好端端的出现在这儿？
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头，我的头好痛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我一想这件事情，我的头就好痛。有点意思。云小姐，他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还查到什么了？我还查到方世月的尸体已经不见了，各方都没有找到。为此，他的父母天天跑到学校里去闹。江城职校多远？多远？哦，玉面小姐，我这就叫车。但他怎么办？他一个跳楼身亡的人，好端端的出现到学校里，恐怕会引起骚动啊！骚动？对，与我何干？走。哎，云面小姐不在意骚动，但是咱们得低调点，不能给她惹是生非。去打听一下。好嘞。同学你们好。问个事儿啊，听说咱们学校上周有个叫方诗月的女孩跳楼了。是有这么回事儿。不过方诗月天天霸凌同学，是死了也不不是的，怎么可能？你竟然霸凌，真的假的？何止是霸凌啊，那方诗月呀，还给有钱男人投怀送抱，主动求包养呢。不对呀，我看新闻上说方诗月是被霸凌的小可怜，怎么又成了霸凌者，还找老男人呢？谁知道呢？那没准啊，那老男人还有背景呢。傍上大款就是好呀，黑的都能说成白的。呸！不要脸，死了活该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同学们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？我朋友跟方诗月挺熟的，他说什么说呀，真是好笑。我可是亲眼看到方诗月狠狠打了乔英一巴掌。你有空去同情方诗月，怎么不去同情被霸凌的乔英呢？照你们这么说，这个被方诗月霸凌的乔英怎么不站出来揭发他的真面目呢？揭穿？他敢吗？你也不去看看，那乔英都被方家人逼成什么样了？我呸！要我说呀，像方诗月这种人，他死了就是便宜他了，就应该永世不得超生。走。这些都是谣言啊，未必是真的，你别放到心里去。那我真的是个恶人，死了都不能超生的恶人。是与不是，见见乔英，自然就知道。哎，我们还要去找乔英呢，你别乱闯啊！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好像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忍不住就想去那里。你对那里有什么感觉？很温暖，就像是母亲的怀抱一样，我忍不住就想靠近。每次靠近的时候，都感觉很舒服。能让你感到温暖，应该就是这儿。廖康，你带我去你家借宿几晚好不好？在这我吃不好也睡不好，我怕方诗月晚上来找我。你别自己吓自己。不是我自己吓自己。自从方诗月死后，我们宿舍每天晚上都会有诡异的事情发生，而且有同学说晚上看见方诗月在楼上天台徘徊。这是你室友？不认识他。不认识。我总感觉大家现在都很不正常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哎，过分了啊！别当着我们云淼小姐的面秀恩爱，这碍了云淼小姐的眼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云淼小姐好像看来惊奇踊跃。惊奇？是谁在此争？云淼小姐，我再跟她吩咐。
打听一下方世月的事情。走，不要在这谈恋爱。哎，同学，你等一下，我刚听说你提到了方世月，所以他到底是霸凌了别人，还是被霸凌者？你们这些人能不能不要听风就是雨？一会儿说诗月霸凌乔英，一会儿又说乔英霸凌诗月，他们两个明明是最好的朋友。你能详细和我说说吗？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。这个事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他们两个确实是最好的朋友，怎么可能霸凌彼此？这……我得先去上课了。这把我整凌乱了呀！他们两个都不是霸凌者，那谁才是霸凌者？掩饰啊？什么？云淼小姐的意思是，现在有这么多版本的传闻，一定是有人在混淆视听，想要掩盖更关键的东西。我的首席奴才身份出现挑战者了。所以根本或许就没有霸凌者。有。云淼小姐说的对，传闻闹得这么大，霸凌不可能。或许我和乔英才是被霸凌的对象，而散播谣言的人一定就是霸凌。好像挺有道理的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报警。不太行吧？这事情传谣这么大，说明背后的人很有能量。云淼小姐这一出打草惊蛇、引蛇出洞，真是高明。我这就报警。怎么感觉被碾压？快走呀！方世月家的疯爹又来闹事儿了，乔英都被打了，我们快去帮他。你个小贱人，你害死了我女儿，给我女儿还命！害死了我女儿，给我女儿还命！对，杀人必须偿命！大永家就这一个闺女，造孽呀！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和诗月是很好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？还敢狡辩！月月，你在天有灵，你看着爸爸今天怎么收拾这个贱人！不是这样的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。大勇，你别激动，先把事情查清楚。躲开！住手！哼，好啊，还有同伙是吧？我跟你们拼了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女儿，爸爸没用，爸爸连给你报仇都做不到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快放开大勇！爸，我在这儿，我没死。妈，我在你们面前呢，我没有死。爸，别喊了，他们看不见你。君月小姐，为什么看不见？还没发现吗？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云淼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明明还活得好好的呀。是啊，云淼小姐，她应该还是活着的。我们不也是可以看见她吗？是吗？你好好想想，除了我们，还有人能看见她吗？以前是霸凌，真的假的？谁这是霸凌呢？那方世月呀，还是一个有钱的老男人主动投怀送抱求包养。我朋友跟方世月挺熟的，他说什么说呀，真是好笑。我可是亲眼看到方世月狠狠打了乔英一巴掌。这是你饰演。我总感觉大家现在都很不正常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那些人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，原来在他们的视角里，我在自言自语。这不可能，
我还有心跳，我还有呼吸，我的身体还是热的。你的热度不是来自于你的身体，你很特殊。干什么呢？梅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他们也不是故意伤害我的。主人，你不要为难他们。你少在这假惺惺！我女儿就是你害死的，而且你还偷了她的尸体。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？你是想卖了她的器官？你这个贱人怎么这么狠呢？这位家长，我理解你丧女之痛，可你说的这些都是无凭无据的猜测。我女儿的尸体为什么不见了？你们敢说不是你们藏起来的吗？领导，我们不是要闹事，我们就想要回女儿的尸体，入土为安。求求你，就成全我们吧。可是我们在学校里都找遍了，根本没有找到方世月同学的尸体呀。我也许知道尸体在哪儿。姑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快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快！你快说呀！你抽什么风？你快说！周家长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没看见乔月同学的精神马上就崩溃了。说吧，从头开始说。说吧，从头开始说。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放学日，我像往常一样在校门口等世月，却发现世月他上了一个老男人的迈巴赫。你他妈放屁！我女儿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儿？爷爷不可能那样做的。继续。我也不相信世月是这种人，就一直等到凌晨，直到世月回到了寝室，我发现他一身的狼狈，就像是被摧残过的鲜花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也不肯说，只是一个劲的哭。你们不知道，那时候世月的哭声简直是能把人的心都哭碎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被人给下了药，强暴了。爷爷，我的爷爷，是谁让你遭到这种罪呀？是谁干的？我要杀了他！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个老男人好像很有权势。世月说他是被邀请到家里给孩子辅导功课，没想到却被下了药。唉，原来如此。之前我就听说方世月的家里特别穷，学费一直是个问题，难怪他会上当。唉，爷爷，怪爸爸没用，怪爸爸穷，是爸爸害了你。爸，您不用这样，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。那之后呢？之后世月就越来越不对劲，关键那个时候居然还有人因为世月上了老男人的车开始大肆造谣，说他主动勾搭野男人。我拼命的帮他澄清谣言，但是根本没有人相信。为什么？唉，方世月同学成绩好，人又漂亮，虽然家境贫寒，但他乐观开朗，难免会遭到别人嫉妒，想把他拉下神坛。我还经常看到一群女生围在一起嘲笑世月，世月的精神就越来越异常。我怕他出事，就每天寸步不离的看着他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稍一个不注意，世月他就上了天台。都怪我！如果我再看得紧一点，世月他就不会死。乔莹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虽然我还想不起来你这个语气，但是谢谢你们做的一切。
那尸体是怎么消失的？尸体是他自己离开的。什么？什么？尸体怎么自己消失啊？抱歉，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，当晚的情形，我现在想想都觉得。我在，说吧。当时，诗月，这位同学，我们就要闭馆了。你确定你要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守夜吗？诗月他生前喜欢清静，就我这一个朋友，今晚就让我在这陪他，好好度过这一晚吧。好，请你节哀。诗月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你走，让我怎么办？从那之后，我就变得不省人事，直到第二天醒来，尸体已经不见了，哪里都找不到。你又在瞎说什么？你这话说的也太荒唐了吧！我没有说谎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晚的情形，我这辈子都忘。乔音同学，会不会是你太想念方诗月，所以做了个梦？我也以为我在做梦，我第一时间就去殡仪馆调取了监控，但你们根本就猜不到我看到了什么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你快说啊！监控出现了一片花屏，可是无论师傅再怎么检查，监控都是没有任何故障的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谈及过这件事情。莫小姐，这会不会是相信感知术？没那么简单。所以我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把我也搞懵了呀！这件事情太过于离奇。如果找到方诗月的尸体，是不是就可以解开这一切的谜题？我女儿的尸体到底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都说了。两位家长，这件事情我们学校也有责任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把这件事情上报给警方，抓到幕后真凶，还你们女儿一个公道。这位小姐，能否配合一下？看您这样子，应该知道点什么。7分真，3分假，你果然是说谎的高手。我说谎？您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云淼小姐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乔英看起来并不像是在说谎。你是现在交代，还是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再忏悔交代？哎呀，这位小姐啊，乔英同学已经心力交瘁了，如果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话，就不能等到以后再说吗？我可以等，他等不了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再不说实话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你快说呀！我确实隐瞒了一些事情，但这都不是能当众说的事情。如果你非要我说的话，那我们换个地方可以吗？可以。云淼小姐，我刚刚是怎么了？你的时间不多了，请你们跟我过来。哎，乔英同学，我没事的，主任。
只要能解决这件事情，让诗月的在天之灵能够瞑目，我就还撑得住。想好了，不怕死。大勇，你疯了！有没有看见刚才那个？我不想让我的女儿死得不明不白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我总是让你们这么操心。姑娘，可以让我们跟着吗？跟着吧。这不是月月自杀的地方吗？你带我们到这来做什么？混蛋，你是故意刺激我们是吧？你们误会了，之所以选在这里说，是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不会有人来天台，这样至少能保证诗月的一点点清誉。清誉？什么清誉？如您所说，我确实说了谎，那是因为我必须要保证诗月的名誉，我不能让所有人知道诗月是一个贪慕虚荣，为了钱甘愿做小三的女人。你说我女儿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叔叔，说出这些话，我比您更心痛，但这就是真相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敢污蔑我女儿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听他说完，继续。那就从头说起吧。还是那个放学日，我在校门口等诗月，看到诗月上了一辆豪车，和一个老男人卿卿我我。不可能！我女儿不可能做这种事儿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也不相信诗月会这么做，但等到她回来的时候，却是春光满面，一身的奢侈品。诗月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诗月。呀，乔伊还没睡呢。诗月，你这是？哦，你说这个最新款的香奈儿，好看吗？诗月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些奢侈品啊？说吧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果然啊，你都看到了。诗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装什么？这还不懂？看上自己喜欢的，随便拿。但是今天的事儿，你得给我烂在肚子。诗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怎么，这还不够？啊，要不我带你进我的圈子，也给你介绍几个有钱，让你也尝尝滋味。诗月，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？你可是品学兼优的方诗月。乔伊，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就这么说我？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。诗月，还有，今天我的事儿要是传出去，第一个弄死你，听到了吗？我没有想到金钱居然可以改变人这么多，一向乖巧懂事的诗月，竟然变得这么陌生。不是的，我女儿不会做这种事儿，你胡说八道。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所以，我真的没有冤枉，我真的爱慕虚荣，真的私有缘。
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认识的方世月可跟你说的很不一样。我也不希望这是真的，但这就是我亲眼所见。世月，他真的变了。会的，我会的。我女儿那么乖，她怎么可能变成那样？之后呢？之后世月更是变本加厉，每晚都打扮的花枝招展出去，天亮了都不回来。每天穿的戴的也是一天一换。我劝了他一次又一次，可他始终不听，甚至还对我动辄打骂。眼看他越陷越深，我不能这样坐视不管，任由他毁掉自己的人生。所以我做了一个让自己现在都在后悔的决定，我就匿名把他的资料给提交了上去。哦，所以校园里所谓散播的谣言，不对，现在已经不能说是谣言，这些全都是你干的。我原本只是想让世月收敛，但我忽略了网络暴力的可怕，也忽略了有这么多人记恨着品学兼优的世月。尽管我后来拼命的为他遮掩，也没有人再相信。都怪我，如果我没有匿名举报他，舆论就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，世月也不会扛不住压力自杀。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怪我。小英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罪有应得。在我面前再三撒谎，我给你脸了。我没有，这次我真的没有说谎。不知死。哇！玉面小姐，你干了什么？破阵。收不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按照沈先生说的做了。沈先生，你跟那个姓沈的有勾结？姐，不用试了，绝阴阵已破。绝阴阵，好像听爷爷提过，好像是镇压尸体的绝阴阵法。难道是你偷了方世月的尸体？乔英，这不是真的，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畜生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沈先生对我的考验。他说过，只要我通过了考验，我就可以脱身成功，我就可以成为那个冰清玉洁、高高在上的方世月。雪面小姐，他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成为方世月？还是让他自己说吧。你做了什么？将死之人，何须我做什么？说什么？我快死了！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不知检点，百病缠身，寿元将近，还要挣扎？你连这都知道，那你一定可以救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说你该说的。其实，给那个老男人偷小三的人，不是方世月，是我。乔英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你身上好重的烟味。志远，这是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香奈儿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乔英，你别骗我了，你男朋友哪买得起这么贵的奢侈品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今天是不是上了一个老男人的车？
怎么可能呢？诗月，你别乱说。乔英，他们只是贪图你年轻漂亮，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许诺。回头是岸。够了，方诗月，你是校园女神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我呢，我就是一个丑小鸭，我不努力抱上男人的大腿，我靠什么活？乔英，你说什么呢？方诗月，你是万众瞩目的女神，你当然体会不到了。在你眼里，我乔英就是你的跟班，陪衬你的绿叶，对吧？乔英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越陷越深。方诗月，说的好听，到头来我还是看不惯我帮上有钱人，吃穿用度都比你好。乔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装不懂，看上什么随便拿。在今天这个事儿，给我烂豆腐，不准违心。怎么还不够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早说嘛！改天我也给你介绍几个老男人，让你体验体验。乔英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方诗月，就算你是校园女神又怎样？早晚有一天比我乔英，我们谈谈。方诗月，以后我的事儿少管。原来是你，你做了这么多脏事，还污蔑我女儿。我女儿那么善良，你怎么忍心？哎，等等，不对呀，乔英，照你这么说，方诗月也举报了你？那倒没有，他怕我身败名裂，但是我怕他把我做过的事情说出去，所以就陷他一步造谣，把我做的事情推给他，把他的名声搞臭，这样以后就算有人说我，也不会有人相信了。畜生，害死了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你还是人吗？人家方诗月那么替你着想，苦口婆心的劝告你，结果你给别人泼脏水、造黄谣，你简直就是个禽兽。所以是你害死了我女儿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真的没有。那时候方诗月的名声已经被我搞臭了，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危险。而且那时候我已经被那几个臭男人给搞得染上了脏病，不得不去治疗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沈先生找到了我。又是这个事。继续。沈先生说我命不久矣，但他可以教我夺舍之法，只要夺舍方诗月的身体，我就可以继续活命。所以你真这么干了？我是想，但是沈先生说必须要亲手杀掉方诗月。我虽然嫉妒他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杀他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谁能想到方诗月他就突然死掉了？狡辩！肯定是你杀了我女儿，我今天要宰了你！方诗月确实不是他杀的。月妹小姐，不是他杀的，那还能是谁杀的？不急，先听完他的故事。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杀的。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从天台上摔了下来，似乎是有人推了他一把。
但是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我怕别人知道我之前做过的事情，所以就假装出很维护他的样子，还去给他守礼。哦，所以你就监守自盗，编织了一套不能的谎言。可是也不对呀，你没事偷人家尸体干嘛？这都是沈先生教我的。他说，虽然方世月已经死了，但还是有机会可以夺舍成功的，只要按照他的吩咐布置绝阴阵。怎么哪儿都有这个沈阳人？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方世月冰清玉骨，久识善人，他这样的人，将来有机会可以位列仙班。只要夺舍他的身体，我不仅可以继续活命，将来还有机会可以成仙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么好的机会，那姓沈的怎么不亲自来？能留给你吗？不可能，沈先生不会骗我的。他说我和方世月命格相似，是为数不多可以夺舍成功的人。云淼小姐，我真受不了，他被忽悠瘸了吧？这是。他没撒谎。难道他真的能成仙？不行，久识善人确有成仙命格，但他含冤而死，由至善变为至恶，充满邪阴煞气。我懂了，沈样之哄骗乔英夺舍，其实只是想让他去讨贼。反正就算他死了，对于姓沈的来讲，也只是丢失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。可是这个事儿要是成了，就赚大。云淼小姐，您别这么看，其实我绝大部分时候还是……不可能，沈先生不会利用我的，他是唯一对我好的人。我当时染上脏病的时候，他还救了我呢。哎，人家那是救你，只是给了你一口气，让你用命去帮别人讨贼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做的这些又算什么？我根本成为不了高高在上的方世月。都这个时候，丑小鸭还想变白天鹅，真是没劲。哎，不过云小姐，这方世月到底是谁杀的？至善变为至恶，必是蒙受了天大的冤屈。这答案很好猜。可是他遭受的这些冤屈，无非也就是网络暴力、污蔑名誉，这些也不够格呀。除非是至亲至爱者。你们两个，小伙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她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害她？你别胡扯！你肯定是搞错了，我爸妈可都是好人。也是。这样猜测确实是有点大胆，应该不是你。猜对了一半，他们一好一坏。姑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怎么能污蔑我？我们怎么可能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？我跟你拼了！爸，不要！怎么感觉到？我怎么感觉到越……我不是说你，是你。我？你给我闭嘴！我老婆那么爱你啊，这几天她哭的眼睛都快瞎了，你怎么敢这么说？是啊，小姐，方世友妈妈看着通情达理，应该。凡是接触，必留痕迹。你们好好想想。哎，好像是哦。这不是月月自杀的地方吗？你带我们到这来做什么？
每当提起方世月死亡的时候，你都特别害怕，特别心虚。你说的这些都是没影的事儿，就是因为兰芳太在乎月月了，所以方世月被至亲害死，执念不散，至善变为至恶，乃是大罪孽。此事若不了结，你们方家全族必死无疑。你是说，我们方家全族的人都会被那个没羞没臊的死丫头害死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已害死血亲，再不如实诉说，方家结束只在顷刻之间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死丫头，她先做出了辱没方家列祖列宗的事，我一时激动，我才把她推下去的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没想到真是，你怎么忍心？方世月可是你怀胎10月的亲骨肉啊！兰芳，你疯了吧？你怎么能？我能怎么办？都是那个死丫头的错，她不好好读书，偏要在外面搞三搞四，惹出那么多的闲话。祠堂里面的那些人都在背后说我们生出了一个出去卖的，就是那个死丫头，她害我们方家丢进了里面。兰芳，那些都是别人污蔑月月，你怎么能信呢？我不管什么污蔑不污蔑，我只知道我们被全族的人背后戳脊梁骨，我们被赶出了祠堂，没资格祭祀列祖列宗。喂，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女儿被污蔑，你不去调查真相，帮你女儿说话，反而站在施暴者的一方落井下石。谁听得懂这些大道理？我们方家在全村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现在没脸见人，我还不能骂那死丫头了吗？原来是你这个亲妈杀死了方世月啊！没想到我虽然不是最大的恶人，连我都要犹豫要不要杀，没想到你这个亲妈居然亲自给杀了！给我闭嘴！那死丫头她是罪有应得。哦，她何罪之有？对呀，方世月清清白白，从来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你们方家列祖列宗的事情，反倒是你因为几句谣言你就置他于死地。我都能想象得到，方世月当时是有多绝望，自己的亲妈都不信任自己。我不跟你说，你不是我们方家的族人，你不懂。大勇，你能理解我的对不对？宗族的脸面就是天，是那个死丫头先搞出了这毁名声的丑事，她死了也是活该。宗族的脸面，狗屁宗族的脸面，我女儿才是天。大勇，你打我！20多年了，你从来没有打过我，你怎么能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你把女儿还给我！大勇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这可是我们方家的名誉。你姓方？你不姓方，你只是一个嫁过来的媳妇儿，倒是把这封建礼数看得那么重。我真是替方世月不值，怎么摊上一个你这么迂腐又愚蠢的妈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想被人戳脊梁骨。被别人戳脊梁骨？你怎么不想想你女儿这些天被别人戳脊梁骨的时候，她是怎么挺过来的？你想过没有？我一个外人都能猜到，她一定非常的痛苦。正是最需要你们这些亲人的时候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不支持她，反而把她推下高楼。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我相信，以方世月的坚强和善良，她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。可是她到死没有想到，谣言杀不死她，杀死她的反而是你这亲妈。我知道错了，
当我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知道错有什么用啊？人已经死了。精彩，还真是精彩！没想到我居然不是最大的恶人。方世远，你看得到吗？你还真是可悲。你行了9世的善，没想到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亲妈的手里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骗了我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是你自己太蠢了，那些话我自己都不相信，学校里传也只不过是嫉妒罢了。没想到你这个当亲妈的，居然也不重视一下，直接把自己的亲女儿就直接给杀了。你给我死！月月，是月，是你吗？是月，是你吗？是月，对不起，其实我这些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，我只是太羡慕你，真的好。唉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这2个直接间接害死你的人，最终也落得了同样的死，也算是报应。总之，事情总算解决了，你的尸体也已经找回来了，很快就可以入土为安了。你这下可以安心了。还不行，你还有一件事要交代。说吧，什么时候恢复的记忆？你早就恢复记忆了？其实没有失忆。什么？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装的？演技这么好，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喽？亏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的好话，原来你才是最会骗人的。对不起，但我也是有苦衷的，只是我不能说。他没有说谎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把我都搞懵了，云淼小姐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你9世善人，死后得上苍垂怜。云淼小姐，您别说了，与你还阳，化解冤屈，了却因果，对吗？云淼小姐，泄露天机，您是会有危险的。滚回去！我的妈！云淼小姐，您这么猛啊！现在可以说了。如您所说，我9世善人，也偏偏枉死。上苍垂怜我，才让我复阳一日，也是冥冥之中有人指引我，让我来寻找您，帮我化解冤屈。难怪你有心跳，有温度，看来你果真这么特殊。如今冤屈已解，逼得已灭，我总算是可以入轮回。哎，等等，怎么是入轮回？你不应该成仙吗？9世善人，功亏一篑，能够入轮回已然是最好的了，又怎敢奢望成仙呢？无妨，我允你成仙。
玄妙小姐，你做了什么？怎么会？我明明功德不够。够了。你怎么能污蔑我？我们怎么可能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？我跟你拼了！爸，不要！有事善人都修不满的功德，就仅仅因为想要保护云淼小姐这么一件小事，就圆满了。云淼小姐，您究竟是……去吧，成仙去吧。他真成仙了，没做梦啊！云淼小姐，您看看我最近伺候您伺候的怎么样？一般。一般？哎呀，一般！不行不行，云淼小姐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有没有九世善人的命格啊！不行的话，你施我一些功德，我也想成仙。哎呀，云淼小姐，可以。真的？欲成仙，须舍肉身，也就是死。那还是算了，我突然不想死，等我以后真的死了，再找云小姐帮忙吧。没出息。如此浓郁的执念，倒是手机。雪莉小姐，到出马的时候了吧？查查，一个文弱长相的男人，死了将近5年，出生地在南郊村附近。交给我，没问题。哎，江哥，江哥，江湖救急啦！你都让我救了几次急了？好江哥，好江哥！哎，你帮了我之后，我就能成云淼小姐座下的第一首席大奴才，你就是第2个。等着。好嘞，江哥。叶小姐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只找到了一个，那就是南郊村胡家的第1任女婿才俊。第1任是，这个胡家小姐的人生经历非常悲惨又离奇。她先是被人贩子拐到山里，生了2个孩子，全部夭折。后来她的父母花了6年的时间苦苦找寻她，历尽千辛万苦把她救出来。离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想娶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。更离奇的是，她克夫一连克死了18个丈夫，上一个丈夫1周前才去世。就这，还是有很多的人拼命的想要娶她。您看，这个胡小姐上一任丈夫刚去世，马上就要招新老公，明天就要办婚礼，这不订婚照还在这儿。新郎沈样之。新郎快乐！有点意思。姑爷，小姐请您进去拜堂吧。我就不进去。姑爷，您这是开什么玩笑啊？这婚我就不结了。有没有人愿意替我娶了胡家小姐？我来！我对胡家小姐一见钟情，我要护她一生一世。你会不会说？
难道你确定要入赘我们胡家？我确定，确定。那就换上衣服，进来吧。好。这什么情况？连新郎子都换了，这都无所谓的吗？这哪是大家族结婚啊，简直像儿戏嘛！是啊，你们懂什么？这新郎是谁重要吗？他马上就要死了。你说谁要死了？你说谁要死了？我胡说的，告诉他。哎，其实也没啥，大伙都知道是这胡小姐天生克夫，都死了10几个丈夫了。真有克夫这么一事？那可不，多少人不信邪都栽他手里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求亲的人一个接一个，可真邪门。哎，玉梅小姐，照他这么说，这胡家的小姐好像真有问题，尤其是跟沈样之有牵扯。沈样之不会在里面吧？这里没有他的气息。我让江哥找。喂，江哥，赶快派人去找沈样之啊！我早就派人盯着了，只是，福生，替我向于淼小姐告罪，我把沈样之跟丢了。啊！玉梅小姐，这他会嘞。玉梅小姐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沈样之来这里还有别的目的？他目的没达成，所以还会过来。果然，于淼小姐走到哪里，就是哪里的焦点。这个新郎，我去问问。哎，兄弟，哎呀，恭喜啊，新婚快乐！谢谢啊。哎，好。哎，话说兄弟，你之前那个新郎，别提了，那家伙莫名其妙的，能讨到胡家小姐这么好的媳妇，他中途放弃就算了，关键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什么？他居然说先让让我，等我死了他再来拿走胡家小姐最宝贵的东西。哎，不会吧？这胡家小姐曾经被拐到山里也生过孩子呀，这姓沈的应该不会这么说。是啊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他都放弃入赘了，他还惦记着我媳妇儿，也就是他跑得快，不然我非抽死他。哎，有病！哎，不过兄弟，话说这胡家小姐的每任丈夫都死了，你就一点不担心自己？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那是那些人没那个命，配不上胡家小姐。但我不一样，算命的说了，我命硬，跟胡家小姐天生一对。没关系。岳父，岳母，玉梅小姐，这事处处透露着古怪，这沈样之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玉梅小姐，怎么了？好重的阴气，比绝阴针更重。啊，玉梅小姐，你别吓我呀！这大喜的日子哪来的什么阴气？这又不是劫民鬼。啊，哎，这不会真是劫民？新娘子到！安静。新娘子这么美啊，难怪这么多人求着入赘。这也就长得一般吧，至于？我不懂，应该是我的问题。
我因为天天待在云淼小姐身边，所以其他人都变成庸脂俗粉。啊，老婆，你真漂亮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哦，是吗？当然啊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要是对你不好，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家伙有点太失态了吧？老婆，那我们先拜堂吧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这婚服好热。哦，你先忍一下，咱们先拜堂吧。我就是丧服，他结婚外面穿婚服，里面穿丧服。云小姐，这新娘实在是疯了吧？她穿丧服，这不明摆着咒新郎去死吗？不急，且看。老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喜欢真神，不行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老婆你嫌我没拿彩礼，没诚意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这是我爸妈用一辈子积蓄买的房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我的车，不算贵，但是这是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了，你就相信我是真心的吧。我没看错，这家伙也这么爱这个新娘子，人家都穿丧服咒她了，他还屁颠颠的给人送车送房。怎么样？你看人家对你多有诚心呐！不要再挑了，就他吧。你这么喜欢我？是啊，自从你上次出嫁，我在人群里边看到你穿喜服的第一眼起，我就深深爱上你了。要是没有你，我就没法活了。每个男人都这么说，我可不信。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我跟他们都不一样的。让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的真心啊？这是真心酒，你若真的爱，就喝了，我立刻与你动。真的，我现在就喝。等等，这酒一看就有问题，你先别着急啊！闭嘴！这是莹莹对我的考验。你个小白脸，你插什么嘴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是看上莹莹了，想挖老子墙角。小子，你做你的梦，莹莹只能是我的。莹莹，死人了！可惜呀，你对我不珍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身边的一个男人对我是真心的，为什么？这缺口男人都该死，都该死！这缺口男人都该死，都该死！冷静点，没事情，别生气了啊！再慢慢找，总会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没看见你女儿杀人了吗？你胡说！我女儿这么乖巧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这个人得急症而死，与我无关。你们疯了吧？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！来人，在。诸位，不好意思，虽然今天的婚宴出了小小的意外，但我女儿不能没有依靠。敢问诸位
还有谁愿意做我胡家的乘龙快婿呀？疯子，你看谁现在还理你？哼，你倒是相貌不凡，看着家底儿也丰厚。女儿，就是他吧？玉梅小姐，无妨，去吧。玉梅小姐，这么恐怖的时候，您能不能不要再开玩笑了？我是您的奴才，您不能不管我呀！玉梅小姐，玉若，我看这个女人感觉有点眼熟呢。是啊，好像在哪见过似的。爸，妈，我要醒了，我要醒了，我要醒了！你先别着急，妈已经派人去给你找去了，别着急啊。既然你是别人的奴才，那就没有资格做我胡家的姑爷。哎，玉若，上次那个姑娘，不如叫她来吧。我已经派人去找吧。哦，若是没找到，给我顶上！少爷保佑啊！求求你理我呀！来人，在！天色已晚，赶紧扶小姐去房中休息。是。啊，诸位，今天招待不周，大家不要嫌弃，就在此住上一晚，明日参加完小女的婚宴，喝杯薄酒再走不迟啊！行，我还是先走了。玉梅小姐，这房间在哪儿？来人，带贵客去厢房休息。两位贵客，这边请。两位，这边。玉梅小姐，我们真的要住这个地方呀？这胡家上下到处都是邪门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里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玉梅小姐，您来过这里？只是有些熟悉。不应该啊！我听说这胡家不是本地人，他们都是逃荒逃过来的，经历了几代的发展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规模。按理来说，他们应该没有接触您的机会呀。不记得了。我不记得。也对，您活了那么大的岁数，不记得一些事情很正常。就像外祖母生前她也不记得事情。今夜在外守着。哦，是。啊，我守着。玉梅小姐。啊！哎呀，将你嘴贱，惹云淼小姐不高兴了吧？活该你在这担惊受。别过来！赵。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？没事了，睡吧。要不您放我进去守着你？不夜。
何方小姐，是我一惊！云淼小姐，早。云淼小姐，我不是玩忽职守，我是昨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得很困。两位贵客，小姐的婚宴要开始了，我家夫人请二位去堂前赴宴。姓沈的到了，云淼小姐，那我们快去吧。怎么没见到沈阳之人？云淼小姐，他是不是逃走了？他会来的。妈，我爸呢？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他怎么不出来？是啊，怎么没见到胡家主啊？去，把老爷请出来。奇怪，仅仅是叫个人，至于那么害怕吗？胡家主死了！爸，你来了。今日我成婚，你看我漂不漂亮？妈，你说呢？漂亮，我女儿最漂亮了。妈妈看到你出嫁，我真的是好高兴啊！胡太太，你怎么还能这么冷静？你丈夫死了。今天就算天塌下来，婚礼照常进行。妈，新郎呢？我手都举酸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还没来呢？我们这可是约定好的。莹莹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再等一等。妈已经派人去请你的丈夫了。我等不了，也玩够了。妈，要不然，干脆你喝了这杯酒吧。臭男人，为什么坏我好事？我只是看不惯你继续杀人。这群臭男人都该死！快进！去死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变成像野兽一样了？神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开我女儿！你说什么呢？他刚才要杀了你啊！杀就杀吧，都是我对不起他，我有罪，我早就该死了。有故事说，张小姐，如果我说是真相，你真的能让我女儿解脱吗？没有人有资格跟云小姐提条件，老老实实交代。去，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此物是我们胡家祖传的法器，事关我们祖上的一个传说。打开。云淼小姐，这不是你吗？难怪我总是觉得你和面熟，原来你像这画里的人。难道你是我们祖师的后人？哦，这位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胡家乃是镇魔世家出身，只因家道中落，我们全家逃荒沦落到此。这幅画像里的人，就是我们祖上所拜的祖师，哪怕就是一幅画像，也蕴含着强大的威力。哦，云淼小姐，原来他们是你的徒子徒孙啊！不对，云淼小姐，您从未收过徒啊！他们这些人应该只是机缘巧合下得到了您的画像，所以把您误认成了祖师。没那么紧。那幅画我有印象。你们是怎么拿到这幅画的？这幅画是我们先祖偷来的。偷来的？我们先祖本来是镇魔世家的一个佣人，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镇魔世家呢就发生了大乱。我们家先祖趁乱逃出来的时候，顺手就偷了那幅画卷。那个镇魔世家叫什么名字？先祖没有传下来。时隔这么久，这个家族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吧？继续。那之后，我们家先祖发现这幅画卷有驱魔降魔的威能，他就趁机发家致富，创下了胡家的基业。后来他渐渐地发现，他当初带出来的不只是这幅画卷，他还带出了一些别的东西。所以说，你们先祖带出来的东西是他？先祖说，镇魔世家的存在是为了镇压一个极其恐怖的大魔头。他猜想，他当初带出来的就是那个大魔头的一缕气息。久而久之，那缕魔气，它拥有附体的功能，就与我们胡家纠缠不休。这一代，我去选择的宿主，就是我女儿胡莹莹。我的天哪！你的意思是说，大魔头的一缕气息附体在了你女儿身上？啊，仅仅就这一缕气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？是啊，那个大魔头觉得太恐怖了，恐怕只有画像里的那祖师才能镇压得住。云梅小姐，你真的能制服那么恐怖的死？不记得了。本来我们家有这幅画像镇压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，都是因为我和我丈夫的疏忽。莹莹呢，才被拐到深山里，遭受了整整6年的蹂躏。她心中极致的怨，勾起了那缕气息，二者结合，神魔出世。对呀，照你这样说，那你们一家早就应该被他杀了。可是你丈夫为什么昨天晚上才死？那是因为我们遇见了沈先生，他教我们布阵法，这一次次的婚礼吸收了人魔的气势，削弱他，最后呢，再由沈先生亲自出马，让他
灰飞烟灭。就是沈阳之这个混蛋。为了完成婚礼，我们不得不摆迷魂阵，迷了新郎的心智。所以，昨天的新郎还有之前的多任新郎，都是因为失了神智，所以才做出如此诡异的事情。沈先生说，只要夺了他们的心智就好了。可是莹莹她的脾气越来越暴怒，她动不动就会杀人，她还在婚宴上备了毒酒。我们是想阻止的，可沈先生说得顺着她，要不然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你们就纵容胡莹莹杀人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？我知道我们罪孽深重，可是沈先生说了，若是不牺牲那些新郎，人魔不除，江城呢将会陷入腥风血雨啊！按照你们的说辞，最后一场婚礼沈样之要来亲自收尾，可是他昨天已经逃走了。是啊，我们也被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岔子。难道是因为云淼小姐来了，所以她逃走了？继续。当时我们虽然很惊慌，但是好在沈先生的布置还在，我们只需要找个人顶替，拖到沈先生回来，完成最后的婚礼。只是他最后没有到场，对吧？我能看得出来，现在只有你才能救得我女儿。只要你能救我女儿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求你，九小姐，我求你了。我们夫妻罪孽深重，可是我女儿她是无辜的，我们一直都在后悔。只要你愿意出手，我们愿意以死赎罪。赎罪？你们的罪，死也赎不清。是啊，我们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就算是死，也赎不了我们的罪。可是就算我们敢千刀万剐，可是我的女儿她是受害者。我求你，看在我们是一片父母心的份上，你救救我女儿吧，我求你了。是吗？他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这是执念，柴俊的执念。阿俊，他执念为了。是啊，当初云云惹魔出现，他亲手杀死了自己青梅竹马的阿俊啊！青梅竹马呀！云云和阿俊从小一起长大，本该在多年前就结婚了，可是云云突然就被拐走了。阿俊呢，跟我们一起找了6年，莹莹找回来之后，他不离不弃，十分疼爱。莹莹已经对人生绝望了，是阿俊治愈了他。要不是人魔夫妻，他们本该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云美小姐，要不我们出手超度他？云美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执念不散，有人说谎。你骗我！我没有，我该说的我都说了。莹莹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一心只想让她解脱，我怎么可能会说谎呢？
你确实没有说谎。啊？徐婉小姐，您这样说我可就糊涂了呀。他要是没骗人，那他怎么会？很简单，他说的都是被告知的真相，而真正的真相从一开始就是有人编造的谎言。怎么可能？我知道的不是真相。不，云淼小姐，莹莹她就是人魔。我们把她救回来之后，她的性格就变得十分的暴力。有一天，她在生吃一只鸡，满嘴都是血，回头看我的眼神，就像把我也要吃了一样。性情大变，精神疯癫，并不代表他就是人魔，他是人，非魔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如果莹莹她不是人魔，刚才怎么会那样？她那个样子根本就不是人。那是有人在暗中操控。操控？谁操控他？我问你，是谁告诉的你这一切？当然是我丈夫。云淼小姐，你在怀疑我丈夫？这不可能！他那么疼莹莹，他不惜找了莹莹6年，就算是我放弃，他也不会放弃的。他怎么可能会伤害莹莹呢？是啊，云北小姐，这对夫妇应该是好人，而且她丈夫也是为了镇压人魔而死。谁说他死了？云淼小姐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丈夫已经死了，你还要给他身上泼脏水吗？看定！这声音，昨晚是你！人魔？人魔？他才是人魔！不可能！我丈夫他不是人魔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明明已经使用了诡异必败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在我们云淼小姐面前装死啊？说吧。哎呀！我招，我全招。如你所说，我确实是人魔，但我不依附在成人身上。我从娘胎里便是胡家这一代的嫡子。你是说你就是你，而不是被控制的？我只是一缕恐怖存在的气息，没有他的任何记忆，天生就是残缺。直到沈先生出现，他告诉了我补齐力量的方法，也就是吸附血亲的怨恨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血亲越惨越怨，你的力量就越强？所以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都……没错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我勾结人贩子，把他给卖了！畜生！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！畜生！这个是谁？真是畜生！他
作为我的女儿，理应为我贡献牺牲。毕竟我还给了她生命。这个时候你还敢这样说话？说正事。是。本来我都计划好了，鹰在深山越惨，我觉醒的便会越顺利。谁知道柴俊那个臭小子偏不死心，硬生生的找了莹莹6年呐，竟然真的被他给找到了。没办法，我们也只能配合他，把莹莹给救了出来。这样也就罢了，关键是他对莹莹体贴的无微不至，一点都不嫌弃。他曾经被人糟蹋过，反而对他更加温柔，竟然这样治愈了莹莹，并且压制住了怨气。这样一来，我刚刚获得的力量便又立刻衰败了。你之后又做了什么？当然是，爸，您坐。爸，你怎么去死吧！阿俊，阿俊，你怎么了？莹莹，请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。你真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！先是把女儿拐卖给人贩子，折磨她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一个爱她的人想要救她于深渊，可是你呢，亲手掐灭了她世界里的最后一道光。胡家小姐也真是惨，这事无论换到谁身上，也觉得会疯癫。柴俊，阿俊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莹莹她那么善良，你竟然控制她杀人！闭嘴！这都是沈先生教给我的法子。他说折磨女儿实在是太慢了，不如残杀新郎，把他们的怨气汇聚起来，做成至阴之地。届时沈先生拿走至阴之地，我也会得到至怨之情。是不是两全其美？胡修堂，你不是人！我本来就不是人，我是人魔，是魔就该如此。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了。畜生！我杀了你！玉茹，玉茹，我虽然骗了你，但我对你是真心的呀。按照沈先生的谋划，19场婚礼，19个新郎，把这些怨气全部聚集在他的身上。等我吸收完这些怨气，便会神功大成。到
时候，我们便可以长相厮守，比翼双飞。胡生堂，你别做梦了，在云淼小姐面前，那个沈样之都不敢来，你还怎么吸收怨气？谁说你不会来了？好啊，沈样之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。你知不知道你害了多少人？今天我就替这些人讨回公道。看紧！赵公，怎么会？沈先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对了，咱们的收割仪式可以开始了吗？当然。沈先生，这群人已经知道了真相，我恳请您共同将他们灭口。哎，沈先生，您还在等什么呀？赶紧大开杀戒吧！棺材都准备好了。嗯，我的心啊！沈先生，为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，秘密都被你说了，你以为还能活吗？啊！还能活吗？这是你挚爱之人的旨意，你便随他一起去。徐淼小姐，这是什么？执念已了，便入轮回。也就是说，柴郡的执念是希望胡莹莹恢复正常，免受怨气侵蚀之苦，而胡莹莹被怨气侵蚀的油尽灯枯，自然也就走了。所以，我们这是大功告成了。还没有。林淼小姐，容我自我介绍一下。在下沈样之，奉朝圣堂圣主之名，特来邀请您前往朝圣堂。朝圣堂，一群败类勾结在一起祸害世人，还圣主，我看就是传销头子。井底之蛙，你怎知圣主的门呢？井底之蛙，今天你就算说破天，于淼小姐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还有，我们要跟你们算总账。于淼小姐，你是自己乖乖的前往，还是我强行带着你去觐见圣主？你还不配。是啊，你就是一个东躲西藏、不敢跟云淼小姐正面交锋的胆小鬼。你有什么资格威胁云淼小姐？终南山下不老神仙，云淼小姐的传说我自是听过。若不是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怎么会站在您面前？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胡莹莹的怨气，不对，是很多胡莹莹的怨气汇聚到了一起。你们竟然做了这么多的惨案！
都是蝼蚁，能为朝圣堂做贡献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云面小姐，这家伙的气势怎么变得那么可怕？外丹成道，他入魔了。入魔？也就是说，他现在变成比人魔还要强大的怪物了吗？休想伤害云小姐！啊！乃圣主亲自祭炼的魔珠啊！这次我与人间无敌。苗小姐，这一招请赐教。不要！不要！就这？不可能！你不能杀我！圣主不会放过你的！云美小姐，她死了。云淼，好久不见，你的记忆还没恢复吗？真期待你恢复记忆时的样子。